瞎了眼了啊！你们当的什么差呀？没看我掀了别人摊子，怎么不抓我呀？抓我呀！啊，抓我呀！有病啊！你就是和珅为了把自己关进大牢，故意在官差面前横冲直撞，可官差却懒得搭理他。和珅无奈之下，只好接连掀翻了2个菜摊子，搞得小贩苦不堪言。其中一名官差本想上前拿他，可却被另外一人给拦了下来。和珅见状，又急忙当着2人的面打碎了所有瓷器，气得摊主破口大骂。眼见自己这么卖力的捣乱，官差都不闻不问，和珅的心态瞬间崩溃了，怒骂2人瞎了眼了，非要逼着他们将自己抓进大牢。然而官差却想用轰苍蝇的方式将其赶走。和珅担心被身后的百姓打成肉泥，急忙绑架了2名官差逃离此地，并掏出了一锭大元宝贿赂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小月也在另一条街上呼喊救命，表示自己正被人追杀。而乾隆此时也拿着他那40米的大砍刀飞奔过来。官差见状，急忙将其抱住，可他们接下来的话却让众人无比震惊。要杀就杀，有人令杀去。乾隆对此十分震怒，这是大清国的风度，你见杀人了你不抓，我该下开了。见乾隆一直闹个不停，官差也只好将他锁了起来。身后的小月急忙呼喊着还有一个没抓呢，一边说一边兴高采烈地主动跟了上去。而和珅此时也已经被官差押入了大牢，不过这模样有点像主人牵着某种动物遛弯时的场景。在得知和珅所犯的事情后，牢头突然想到了里面还有一个疯子，觉得2人正好可以做个伴。和珅也主动配合，我疯，我就是疯子。和珅在汪汪叫了几声后，本以为可以进去早做安排，不料乾隆跟小月这时也被押到了大牢。这不是和儿吗？哎，和儿，你也进来了，咱们前后脚。你还比我们早到一步啊！牢头见几人都认识，不禁感叹上这句气来了。你们俩又有什么事啊？杀人！哎呀妈呀，今儿这怎么了？都要收监了，跟过节似的，这么高兴。随后就准备将3人关进同一间牢房，可走了没几步就被一个疯子吓了一跳。海螺烧香，姓米姓米，放屁是你，放屁是你，放屁是你。小月这才发现眼前之人竟然是失踪多日的纪晓岚。乾隆也颇为震惊，他没想到自己最心爱的臣子竟变成了这种模样。和珅却在一旁幸灾乐祸，嘲笑老纪现在就跟个大马猴一样。你怎么开这种玩笑？我们家先生都这样了。不是，这能怪我吗？你看他那样，他像个人吗？这不就是猴吗？猴，随机叼个球。猴笑了，球掉了；猴笑了，球掉了。眼见朝廷的一品大员竟然在桌子上蹦蹦跳跳，乾隆担心传出去会影响朝廷的脸面，急忙命令他下来。就在3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之时，官差突然拿着木棍往桌子上捅，纪晓岚一下就被打倒在地上。和珅急忙抢过木棍，小月也开始大发慈悲，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替纪晓岚出气。打人你们，现在杀！随后官差们就一拥而上，可胖子本想躲在一旁看戏，可是没想到竟被一鞭子抽到大脑瓜子上，疼得他吱哇乱叫。而纪晓岚则是趁机嘲笑他：老鸡骂小鸡，你是个笨东西，教你咯，你偏叽。这时典狱长率着大批人马赶来，发现是和珅和大人后，他立马磕头请罪。由于有乾隆在场，和珅只能表现出一副大度的模样，还询问他为何把纪大人关在牢房里。谁也不知道他是纪大人呢，是他自己要进来的，轰他走他也不走。什么话？他自己怎么会往这儿来啊？啊？难道他是个疯子吗？在和珅的暗示下，典狱长当即表示纪晓岚是疯着进来的。告我干什么？还不开门把人放了？第2天一上朝，乾隆就十分震怒地表示京城吏治身负阵亡。说罢就摘去了顺天府尹的顶戴花翎，并将其流放宁古塔，终身为奴。爹主，这还想好好谢谢你呢，谢谢你调调的那些好差官，该抓的一个抓不着，不该抓的抓一大堆。紧接着乾隆就将纪晓岚喊了进来，而老纪一来到这大殿就开始装疯卖傻，以胡言乱语的方式将和珅跟齐苏图臭骂了一顿，并趁机透露出了不少隐情。你们家死人了，出过殡，是不是？大元宝跑不了，齐家的棺材翻个了。一个一个的大元宝啊，2对1，亏不了。和珅怀疑纪晓岚是在装疯，于是向乾隆提议找个机会试探一下，还说也不拷问太难的，就先从3字经百家姓开始。要是老纪连这个都答不上来，就说明他真的疯了。乾隆于是询问，如果纪晓岚真的疯了，那么该如何处置他？这个人如果真疯了的话，那就要不得了啊，这个人就不能用了。和珅表示，这朝堂上如果每天都有一疯子上蹿下跳的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这个3皇5帝到如今，哪朝哪代能允许一个疯子在朝堂之上啊，又唱啊又跳？何大人，小心！乾隆这时又开始发问了，要是纪晓岚没疯，又该怎么办呢？然而和珅却还是要将老纪辞退，因为他觉得堂堂大清第一才子无缘无故的装疯卖傻，这可是对皇上的大不敬之罪。那依你之意，这纪晓岚是疯与不疯，咱们都不能用。是的啊。那还试他干什么呢？让回去了。别！和珅急忙拉着皇上，表示试探一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您不想看一看他装疯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在这时，纪晓岚突然走了过来，和珅当即开始戏弄起纪晓岚。